开海捕鱼的第一天收获还是挺不错的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的彪哥，现在是准备过去拉我们这趟外海捕鱼的第二个网啊，现在是要过去拉第二个网了。第一个网的收获虽然没有值钱的渔获，但是渔获还挺多的。总体来说的话，应该还算是可以的吧。毕竟上来的小剥皮也是比较多的。然后现在第二个网也是拉上来了，希望接下来收获满满吧。看来今年的小剥皮是比较多的，第一条渔获就上来一条小剥皮鱼了，而且今年的小剥皮要比去年要肥一些哦，看起来也是圆嘟嘟的，比去年要肥一点。去年小剥皮的数量是这几年刚开海捕鱼的时候数量最少的一年了，今年这种情况也算是还可以吧。这边又是连续的上了好几条的小剥皮鱼上来，都是这一种原生剥皮鱼啊。学名是叫做绿鳍马面豚，我们潮汕人喜欢把它叫成圆笛。这一次的小剥皮数量还行啊，下一次出来外海把网放到小剥皮经常出没的地方，那小剥皮的数量就更多了呀。不过毕竟也是休渔期休了3个半月啊，所以休渔期结束后第一次出海渔获多一些也是正常的。泥猛鱼来了一条啊，好像是今天的第3条泥猛鱼了吧。上一罐好像是来了2条还是3条而已啊。现在的泥猛鱼还是挺肥的啊，而且肉比较厚，没有鱼鳞，处理起来也是比较容易。4条小剥皮鱼加1条泥猛鱼，这才刚开始拉网，第一片网都还没拉完呢。连续的来这种原生剥皮鱼，这种小剥皮煮普尼豆酱味道还挺不错的，因为它本身的味道比较清甜，所以比较容易入味。拿来红烧就特别好吃。加鲫鱼啊，今天的加鲫数量也有一些。再来一条泥猛鱼，这边倒是连续的有泥猛鱼上来哦，还挺肥的。这个季节只要鱼够肥，不管拿来怎么做都是挺好吃的。不过解泥猛鱼的时候就要相对小心一些才行啊。泥猛鱼背上的刺是张得很开的，而且有点微毒，被刺到的话就要痛很久的，所以解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被它背上的刺刺到。不过都老渔民了，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会注意一些的。今天的泥猛鱼比较大条啊，普遍都是差不多2条1斤左右的规格，看起来是比较肥啊，肉也是比较厚一些。哦，这种刺豚鱼也来一个啊，是这一趟开海捕鱼的第一个刺豚鱼。上一个网没有遇到啊，这一个网倒是来一个了。刺豚鱼我们就不要了，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吧。刺它一下比较容易解出网啊，要不然比较浪费时间。哦，连续的好几条渔获一起上来了，外海捕鱼的感觉立马就上来了哦。到外海捕鱼就是喜欢这一种连续几条渔获一起上来，或者遇到鱼群的这种情况。何况渔获立马就多起来了，又是好几条小剥皮一起过来了。今天刚开海捕鱼，收获还是算可以的吧，比去年的收获要好一点。相比前年的话，应该就差不多吧。对比这几年来说，应该都是差不多的，只是去年差一点而已啊。又是泥猛鱼跟小剥皮一起过来。泥猛鱼拿来清蒸一下或者红烧都挺不错，也有的地方拿泥猛鱼去煮汤，味道也是可以的。我们这边就喜欢拿泥猛鱼拿来煮酸梅，这样看就知道现在泥猛鱼有多肥了。在开海捕鱼的泥猛鱼价格应该会低一些，不过1斤20块钱到20几块钱应该还有的。特别是这种外海野生大泥猛鱼，价格相对近海的小泥猛要高一些。近海的小泥猛肉质会比较嫩一些，但是外海的大泥猛相对肉质会比较紧实，吃起来味道我感觉也是会比较香一些的。19公倒是拉上来一条啊，也是今天的第1条19公。放排钩的19公数量就比较多一些啊，放网能捕到的19公就没有几条了。今天的泥猛鱼还挺多。但是好像这一个网就没有几条加鲫鱼上来呀，上一个网就加鲫鱼比较多，泥猛鱼才上来2条而已。这一个网2种渔获的数量就反过来了，
看来还是跟放网的位置有关的吧。泥猛鱼就比较喜欢在海花区游动啊，而家吉就喜欢在礁石区的旁边，小剥皮就比较喜欢在礁石区的上面啊。每一种渔获的习性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捕什么鱼就要把网放到什么位置去都不一样。基本上这些知识都记到脑子里面去了。说他少这边倒是来2条家吉鱼呀。哦，这边倒是来了2条真鲷哦，而且这2条真鲷也不小啊，应该都是要1斤以上的规格的。像这一种规格1斤应该要50块钱左右，也是拿来清蒸刚刚好的规格啊。这个时候清蒸的肉质是刚好的，太大条的拿来清蒸肉质就比较柴一些，太小条的鱼香味又不够，所以这种1斤多的拿来清蒸味道是刚刚好的。观赏鱼也来了1条啊，像这种蝶鱼我们这边也是不要的。今天的第1条蝶鱼啊，我们就把它放回海里面去就行了。观赏鱼虽然漂亮，或许很值钱，但是我们这边是没人要的，还不如换成来1条小剥皮鱼来得实际一些啊。毕竟小剥皮鱼能值点钱，我们这边是有人要的嘛。但是至少小剥皮鱼它能吃。观赏鱼刺多肉少，它就不好吃了，只是长得比较漂亮而已。漂亮是它的资本啊，只能卖给一些养观赏鱼的。可惜我们这边没人养啊，所以也没人要吧。现在倒是有点风浪过来啊，比刚出海捕鱼的时候风浪要大一些，吹起来也是凉飕飕的，但是风浪也没多大，只是相对海里面的温度比较低，所以整个人吹起来是凉飕飕的。又是泥猛鱼过来啊！一个网普遍来了也都是泥猛鱼跟小剥皮鱼为主，其他的鱼货最多也就来个1-2条而已啊，基本上也没有见到其他的鱼货过来。除了几条家吉鱼之外，什么英哥鱼、海鲤鱼的都没有遇到。但是鱼货倒是不少啊，又是好几条小剥皮一起上来了，装了半筐多了，应该也是有个10几斤左右的鱼货了。这是开海捕鱼拉的第2个网啊，这个位置也是有个3个半月没有放过网了，鱼货肯定也会多一些的。一条小剥皮鱼带着1条小真鲷啊，那1条是小真鲷就不是家吉鱼了，看起来就不一样。像真鲷可以长得比较大条啊，但是家吉就长不到非常大条了。家吉长到这么大的就非常的少，偶尔有个1-2条吧。那样子的家吉已经算是非常大了。普遍多的是3、4条左右1斤的规格，这样子算是已经是成型了。今天的泥猛鱼是又大条又肥，数量又多的，好像去年的刚开海捕鱼泥猛鱼就没有几条吧，今年倒是数量比较多。今年是泥猛鱼也多，家吉鱼也多，还有小剥皮也是比较多，而去年是家吉鱼跟这个小香头比较多啊，这2年多的品种也都是不一样的。有点小风浪啊，现在倒是感觉船有点小摇晃了。今天的6000米渔网是分成4个网啊，所以每个网平均都是1500米左右。这一个网的渔获比较多，所以拉网的速度相对也会比较慢一些。这里倒是连续来好几条家吉鱼，看来这一处的渔网就是放到礁石区的旁边才有这么多家吉鱼的。现在家吉也是正当季啊，挺肥的。我们这边叫做盘仔鱼，学名是叫做2长棘鲷，长不到非常大条啊，像这样子都普遍了。好像这一个网的渔获相对要比上一个网要多一些呢。这样子看这些家吉其实还是比较大条的。感觉1条就有个6、7两左右的规格了，6、7两左右的家吉其实算是比较大条了，3两左右的比较普遍。有连续来了几条小剥皮鱼，小剥皮鱼在这些杂七杂八的渔获当中算是比较值钱的，所以我们出来外海捕一般都是以小剥皮鱼列为目标鱼种的，网都是放在小剥皮鱼经常游动的位置上去。今天的第2个刺豚鱼也过来了，但是不管它来多少个，都是把它丢回海里面去的。
那么大一条刺豚鱼，还不如来一条这么小的小剥皮鱼来的实际一些呢。这一个是真鲷也有，加吉也有啊。咦，这种网格河豚也来了一个啊！今天的第一个网格河豚也是把它丢回海里面去吧，这种是有剧毒的。哦，还来了条胡椒鲷哦，应该有个1斤多，接近2斤的吧。胡椒鲷的下面还挂着一只寄居蟹呢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一直想爬出来。但是寄居蟹我们也是不要啊，也是直接把它丢回海里面去的。怎么感觉现在风浪有点加大的迹象啊？明明天气预报说今天挺晴朗的，不会开海捕鱼的第一天就有点风浪过来了吧？淡定淡定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今天的鱼货还是挺多的啊，所以稳一点啊。像这一种大条的泥猛鱼肉比较多，比那种小条的泥猛鱼肉要厚很多呢。终于来了一条不一样的鱼货，一条海鲤鱼啊！这一个网的第一条，上一个网就有好几条海鲤鱼过来啊，这个网才来一条而已。还有一条鱼货是被螃蟹给咬烂的，证明这一个网是放在礁石区的上面才有这么多的石头蟹。泥猛鱼、加基鱼、小剥皮鱼什么都有啊，还有海鲤鱼。这些鱼货也就属小剥皮鱼价格比较高，然后就是海鲤鱼、加基鱼、泥猛鱼，价格依此类推下去。不过刚开海捕鱼价格应该还算还可以的。再来一条海鲤鱼啊，跟上个网差不多，每个网都来个2、3条海鲤鱼。现在应该也是正当季啊，看起来还是挺肥的呢。海鲤鱼不管清蒸红烧都是挺好吃的，肉质纯蒜瓣肉，鱼肥的话鱼油都是红色的，感觉是特别的香。快1筐的鱼货了，又来了一条海鲤鱼啊！海鲤鱼应该是海花区附近游动的。所以基本在外海海花这附近才能捕得到啊，近海基本很少见的。小剥皮也是来了一些啊，还挺肥的，嘴巴嘟嘟的呢。小剥皮拿来煮汤煮粥都是挺不错的，汕头都经常拿小剥皮拿煮粥啊，味道感觉是非常的清甜。个1筐鱼货了，1筐大概是30斤左右的鱼货。加上前面还倒了差不多半筐有多的鱼货拿去冰箱那边保鲜，所以这一个网应该捕到了差不多50斤左右的鱼货吧。这样子其实说多也不多吧，但是说少也不少了。相比刚开海捕鱼这样的情况，其实也算是鱼货相对比较少一点吧，而且后面的鱼货肯定也是越来越少的。但是等天气冷一些就可以放大网了，放大网捕大货。每个季节多的鱼货都不一样啊，别看现在鱼货还是偏少一些，到时候来几条大货那就不一样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子，这一个网也是拉完了哦，赶紧把鱼货拿去冰箱那一边保鲜，然后把这个浮漂拉上来之后，就准备过去拉下一个网了，也是今天的第3个网啊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吧，第3个网的视频下一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我是南澳导标哥，还要请大家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开海捕鱼的第1次放网哦。